谣言为什么总是更容易被相信，而真相反而需要证明？一场冤案的背后，真正推动它的是误判还是利益？如果一个官员可以通过制造案件来获利，这个系统会变成什么样？为什么有人宁愿害死无辜的人，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如果没有那位关键官员的介入，这个案子会不会永远被埋没？当一个社会靠个别清官来纠错，这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章，神话式的资助叛乱，传教士洗清了诬告。当总督获悉澳门叛乱时，他就命令广东驻军的将领，叫做总兵的，调动该省的全部兵力，火速出发去攻占澳门城。然而这位将军很精明地考虑到，这样一次行动的巨大消耗以及一次不肯定的叛乱可能引起的一场战争，因此他派几名探子到澳门去。探子们报告说，叛乱的气氛已经平息，但该城本身分裂为两派，这看来足以证明该城并没有策划造反的逆谋。这些消息也足够说明百姓极其仇恨副长官和海军将领，这才是骚乱的原因。担心黄明沙之死所产生的后果，于是副长官便企图把神父们的仆人伊纳爵定为谋逆的大罪。事实上，邵州的偶像和尚们已经试图定这样的罪了，而伊纳爵确实与此毫不相干。当他的打算落空时，他就命令狱卒断绝仍然压在监狱中的伊纳爵的一切粮食供应。他想用这种手段来消灭一切有关他的残暴以及他虐待黄明沙修士的真凭实据。然而同狱的一些难友们偷偷地供给他食物，足以使他活到神父们从邵州赶来救他。副长官给邵州的知县去函，命他查明神父们有没有收藏武器或其他战具。他们搜查了屋舍，一无所获，但是他们派兵在晚上还守财物。这使教团非常惊讶，他们一直还不知道黄明沙修士成了囚犯，更不知道他的死。不久之后，来自澳门的信使就报道了所谓暴乱的整个故事，还谈到一名外国传教士作为间谍而被捕，在邵州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郭居敬神父被宣布为谋逆的魁首。这个消息使全城连根动摇了，信徒们以及教团的异端朋友们都不再来访，生怕被控以谋逆罪。龙华明神父听到整个故事时，就决定亲自拜访总督，以便澄清全部事件并解救黄明沙修士。他有几个朋友劝他，按照惯例派一个能代表他的人送一封信，一份叙述案情的正式文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信送达时，正值海军将领前来给总督谈同一桩事。总督已经知道黄明沙修士因受刑而死去，也知道澳门的骚乱威胁已经平息下来，但他假装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对来函不做答复。这在他那方面是一种姿态，借以达到他表示受控者无辜的目的。海军将领返回广东，据说他受到了重罚，因为他不经商量先干出这样严重的事，把一个来自澳门的人鞭挞致死。此人并非间谍，而显然证实是被历任总督邀请到邵州居住的欧洲教主的们。在信使送出了信件后，他们前往广东，把另一封信交给一些了解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官员们。一听说黄明沙修士之死，这些信使马上到监牢去访问其他囚犯，给他们带去非常重要的食物，答应即将给予帮助。一想到在这种绝望境地的黑暗里出现了一线希望的光明，那就足以重燃他们已经暗淡下去的生命之火了。当时广东省的情势如此，以致整个入华传教团的形势从没有比现在更加危险过。但神医的支援是不会长期缺乏的，他就随着一位道台级的大员从北京返回而到来了。此人把普遍秩序恢复到这种程度，连首当其冲的龙华明神父也习惯把他称为天堑使者，以重建基督教的地位。他的全部过程如下：这位张道理带着新的恩荣，并被肯定了已经获得的恩荣，从北京回来了。他被派往广东省城，接管那个海军将领的职务。后者由于害怕自己作为谎报叛情的人而被揭发，已经辞职了。接替他职位的新任在北京和神父们关系很好，特别是和利玛窦神父关系更好。
他抵达邵州时，老朋友龙华明神父就去见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他在大庭广众之间谈话，说了许多有关利玛窦神父和北京其他神父的事，还说他接受了他们赠送的日晷，并且表示他很愿意学会怎样调节它。同时，龙华明神父向他报告了关于假叛乱、关于黄明沙修士的惨死以及别的人在广东遭到监禁的详情，请求他对他们的案子尽力而为。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道台把所有的事情都详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他说他要尽他的全力来查明他们的无辜，但他却不愿把龙华明神父带回广东。他极愿帮助他们的申诉，可是他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然而龙华明神父在这位道台离开邵州后不久就到广东去了。他当时去的目的是为了把黄明沙修士的遗体运回来，但为此进行商谈还为时太早，所以他返回邵州，带回来的葡萄牙人供应的每年粮食补助，这些葡萄牙人是刚刚来这里进行交易的。新海军将官抵达省城时，发现该地一片混乱，过分多疑的百姓还没有消除他们对一次暴乱的恐惧。尽管他已经充分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他却假装对澳门的动乱保留一些疑虑，以便按严格的法律程序了结整个案子。首先，他致函给邵州知县，要求有关辨明龙华明、郭居敬、黄明沙修士和伊纳爵等人身份的材料。知县知道这位海军将领对神父们的友谊，便赶忙进行调查，并报告说可以证实这些有关的人无罪。新海军将官即海事长官派一名有经验的军官去调查澳门的情况。他前往该城时，先传话通知郭居敬神父他即将到来，请求允许登岸，说想和他在学院里谈一些事。军官认为郭居敬神父不仅是神学院的领导人，也同样是全城的领导人。郭居敬神父答复说，中国人并没有要求允许在澳门登岸的习惯，而且如果允许是必须的，他也不是批准允许的人。做出回答后，他就和信使一起来迎接军官，把他带进神学院。在那里，军官受到尽可能的尊敬且礼貌的招待。神父们带他参观全院的每个部门。当他们进入图书馆时，郭居敬指着一架架的书说，这就是我用来指望颠覆中国的武器。他们走进第一间教室时，他指着学生说，这就是我训练出来征服你们国家的军队。然后他解释道，神父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是为他们自己的得救和其他人的永生而工作的。参观了学院后，神父们带他去看全城。这时他视察了当地的每座教堂、每家旅店以及每家医院。他返回广东，打了一个和外面流传的谣言正好相反的报告。同时他特别高度赞扬郭居敬神父和他的同伴。新海军将官手头有了这份情报，就把整个案子从副长官的审理下转交给该城的第4辅佐。大家都知道他对于全部的事情极为不满。审理了全案的经过后，他汇报了对神父们已经造成的并且还在造成的伤害和不公道，也汇报了前任海军将领和副长官处理整个事件的混乱不当的态度。新海军将官这时把原告人广东海军卫队的一名军官招到他的衙门，还有仍然作为囚犯在押的那些人。首先他对原告说，过来你这该死的贱货，你阴谋害死黄明沙，极不公道地把别人关入监狱，对他们实行长期的酷刑迫害，老天的报应现在就要落到你自己的头上。火药在哪里？武器和其他军械在哪里？难道这3个青年人就这样征服全国吗？你的贪心还有你的爱财使你干出这一切，现在我要给你的阴谋诡计充分的惩罚。我马上把你送给总督，如果他因你的恶行还未把你打个够，我就在这里等着看你为你害人的罪行而受到充分的惩罚。因此原告人吓得不敢吭气，跪下来3叩首，按中国方式祈求宽免。然后他就被交给那个管理他案子而又对他更加不假颜色的副佐。当他问到他为何捏造这种诬陷时，他说他这样干是为了讨好副长官，后者用尽一切手段来向百姓证明，担心葡萄牙人的暴乱是很有根据的。然后他们就被送去见总督，但另外的犯人伊纳爵、那个叔父和2个孩子首先得到释放。让他们去见总督的目的在于表明
他们在原告人手里受到的迫害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看来无疑的是，总督充分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本来有罪的原告是会判以死刑的，假如不是罪犯买通了总督的一个亲戚替他求饶的话。他逃避了判刑，但他不敢回广东去。他和他的亲属自行逃亡，散布谣言说他已经死了。这个谣言中或许有几分真实性，因为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人看见过他，或甚至于听说过他了。第二年，按照中国习惯，对全体官员和法官进行总考核，结果是前海军将官和副长官都被解职，被宣布终身不宜担任官职。他们两人被判在处理所谓葡萄牙人的暴乱一事上犯有渎职罪，另尚有其他罪状。听说一切都进展顺利，当时在澳门的郭居敬神父就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向广州官府呈递一份状子，回答对他所加的各种诬告。他还提到，他有一张南京官府的主管官发给他的凭证，允许他返回该城。他最后声明，如果道理同意的话，他愿意到广东道理的衙门去澄清上述的控告。新海军将官十分高兴接受这个请求，并答复如下：至于你提到的诬告，你的清白已娇若白日，从一开始我就完全相信这一点。你不必自找麻烦到广东来回答已经查明纯属乌有的诬告，你可以放心，在这方面没有人会再给你添麻烦。然后他出一道告示，内容包括郭居敬神父所列举的罪状和他本人对神父请求的答复。他通告百姓可以安心，因为有关葡萄牙人和郭居敬神父企图造反的一切说法纯属捏造。这张告示按他的命令张贴在所有公共场合，为期2个月。就在他死前，范里安神父安排让郭居敬神父返回他的岗位，并带上另一个神父和他同去。意大利人熊三把神父被选来陪同他。现在既然骚乱平息下去，看来这是他们进入中国的大好时机。他们乘一艘租赁的船到达邵州，平安无事。郭居敬神父携带着他给海军将官的请求书以及他所收到的答复。他们旅程的下一步是乘船从那里经过其他省份去南京。在这里，郭居敬神父被政府驿站的官吏认了出来，不允许他越过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座著名的山岭。他说从前对他公布的禁令尚未撤销，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新海军将官所颁布的最新告示，所以从那里起，官员们都不肯相信他或信任他。这就迫使神父们重返邵州。审理案子的海军将官就在那里。郭居敬神父向他索取了一份证明他对所控罪行清白无辜的文件。听说他来到这里，海军将官就要他在第二天到他的衙门来。这个命令看来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为什么海军将官向他正式下令让他出庭，并且说他要亲自在第二天处理郭居敬的案件呢？然而神父不顾结局如何，还是到衙门去了，并准备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当他出面时，海军将官为了使他放心，笑容满面地问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接着他向他问起在澳门登岸的日本人以及葡萄牙人的埃塞俄比亚仆人。神父回答说，日本人是被风暴刮来澳门的，他们因遇难而受到接待，这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但马上就又把他们遣返日本了。至于埃塞俄比亚仆人，他解释说，如果他们哪一点伤害了中国人，那是他们背着主人并违背主人的意思干的。海军将官完全同意郭居敬神父离开澳门的决定，因为澳门有一些给他编造假罪状的诬陷者。神父们后来发现，海军将官已经向总督致函说，他已经见到郭居敬神父，并宣布他完全无罪，而且整个澳门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总督又再详尽地把整个事件上奏皇帝，揭穿谣言，用充分证据说明澳门的葡萄牙人并不想也不可能策划对国家的暴乱。这封信神父们读到了，而且把他的一个葡萄牙文译本送给他们在澳门的同伴。有这份文件为武器，这两人便平安地继续他们的旅行。他们在南昌得到他们的监督利玛窦神父的来函，指定郭居敬神父留在南京，熊三八神父继续前往北京。海军将官允许龙华明神父把黄明沙修士的遗骨运走，于是他到广州去，收领那具从仍然在他身上的衣服和家
很容易加以辨认的遗体，这些是荣誉而不是羞辱的标记，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入葬。遗体运到了邵州，在那里，黄明沙修士荣享全副基督教的葬仪，基督徒和异教徒都同声为他哭泣。这一切都很及时，证明他的无辜，使得他的名字还有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名字都从虚假诬陷的罪状中得到了昭雪。后来他的遗体运往澳门，安葬在教会公墓，这样就结束了广东的大骚乱。结果似乎是传教团由这一切得到了好处，而没有损害他未来的前景。但这并非他们苦恼的结束。就在这时，邵州的神父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双重的危险。该城的市长或者称作副长官的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以耍阴谋和用各种手段敛财而闻名。他们说，在他的指使或者是至少在他的纵容之下，有人偷偷地在夜里把一份状子投进他的院子，内容是诬告龙华民神父。这份状子上开列了教堂所在地区的4个公安官吏的名字，他们告发神父和当地的一个女人胡搞。神父被传到官衙去答复控告，对此神父要求马上加以彻查，公开宣布真相，从而就抢先采取了行动。4名官吏被召去证实他们进行了控告。据说这件事全是某个贪心家伙的计谋，他需要弄钱以解燃眉之急。他现在企图敲诈神父们，一如他最近曾敲诈过一个和尚，和尚不得不付一笔巨款，以求避免罪状和连带的刑罚。4名官吏断然否认他们写了诉状，无论怎样鞭打都不能使他们改供。其中一个在实行中声称，假如他告发了一个无辜的人犯了这样的大罪，那么他和他的后人都逃不过上天的报应。牵连的女人在威胁的刑罚下屈服，招认他犯了和别的男人胡搞的罪，但坚决否认他曾认识过或者见过外国传教士。同时敲诈者几次走进龙华民神父，勒索金钱，以便判他无罪，但神父拒绝给钱，也不答应给钱。他认识到这种让步只能成为将来勒索的借口，那就会更加难以摆脱了。教徒们和异教徒们都极为称赞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坚决。贪财的市长一旦发现不再有希望得到贿赂，就采取有点异乎寻常的判决来结束本案。4名官吏各被罚款，因为他们否认写过诉状。龙华民神父被宣判，对这诽谤以及对任何其他罪行都无罪。他被宣布为一个始终以诚实正直而享有崇高声誉的人。神父们对这一判决中有关龙华民神父的部分特别感激上帝，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福音的宣传者已经解除了一项可以损害整个基督教事业的罪状。这件案子一结束，另一起便接踵而来。随着广东骚乱的平息，有一个军官从省城来到邵州，由于他的谈话，邻近的人都深信神父的出现使得河那一边的城区显然处于危险之中，这就给制造麻烦提供了机会。百姓纷纷向广东海军将官呈递诉状，而此人就是审理所谓澳门叛乱案件的人。他们请求他把传教士从城里赶过河去，因为传教士经常惹麻烦。他们声称自己不止一次由于传教士的缘故，从而受到官员的惩罚。尽管海军将官这位法官完全知道这种诉状是不公道的，而且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为进行这类控告而受到惩罚，然而他仍然发布一道告示，命令他们警惕不得另有神父从澳门到来，如果有另一个人到来，他们不可允许他从那里进入其他省份。他们还向他担保，如果企图这样做的话，所有的神父都会从驻地赶走。这道告示足以暂时使他们平息下来，但是这个令人困扰的布告也足够使神父们决定放弃邵州驻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活动。广东的骚乱使得许多人都反对他们，它使许多信徒的热情冷却下来，很有理由怀疑这个地区会不会长此平静。然而他们仍决定并不仓促迁移，除非是可能出现他们被驱逐的情况。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后台决定真相，人情关系的权力病毒。黄明沙的冤屈之所以能昭雪，关键人物是新任道台张大人。
这位大人在北京受过利玛窦的礼物日晷，是神父们的老朋友。如果接任的是另一个与传教士毫无交情，甚至有私怨的人，黄明沙可能永远被定性为间谍。在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里，真相往往不取决于证据，而取决于审判者与当事人的社交距离。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司法病毒，让法律变成了人情的注脚。第二，基层治理的杀猪盘，敲诈勒索的传统异能。龙华民神父在邵州遭遇的桃色诬告，是典型的基层官僚杀猪手段。先投匿名的莫须有举报，再通过公权力施压，最后派中间人去收钱消灾。这种举报、施压、分赃的逻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龙华民最硬气的操作在于绝对不付钱，他看穿了这其中的隐含逻辑，只要付一次钱，你就成了官僚体系永久的提款机。这种对敲诈的坚定抵制，才是真正的给大脑升级。第三，魔法辩解的幽默感，降维打击的冷讽刺。郭居敬神父带军官参观图书馆和教室时，指着书说这是颠覆中国的武器，指着学生说这是军队。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黑色幽默，也是对官僚体系被迫害妄想的降维打击。他在嘲笑中国官场那种只要看到看不懂的东西，就幻想出魔法、火药、暗器的文化自卑与恐惧。第四，官场屏障的残酷，连坐与风口。副长官企图饿死伊纳爵，是为了消灭他虐待黄明沙的人证活口。在中国官场文化中，为了保住乌纱帽，牺牲几个下层百姓或囚犯的性命，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这种为了掩盖一个小错误，不惜犯下一个大罪恶的病毒，是导致社会不透明和体制性残暴的根源。第五，告示的维稳逻辑，各打50大板的虚伪。海军将领明明知道神父无罪，却还要发布告示，命令百姓警惕，威胁再有人来就赶走。这反映了中国式官员的典型心态，我不关心谁对谁错，我只关心别出乱子。为了安抚那些闹事的流氓和渔民，他不惜给无辜者施加新的限制。这种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换取的表面和谐，正是文化病毒中最顽固的维稳迷信。这一章的故事简直是一场明末官场的荒诞现实主义大戏，它精准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权力结构中的三大病毒：权力私有化下的屏障厚黑学，对真相的集体漠视，以及基层治理中敲诈勒索的常态化。而真相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在这一章里，传教士们的清白之所以能被洗清，并不是因为司法制度突然变得公正，而是因为从北京空降了一位老熟人。这场平反本质上是一次权力的置换，而非正义的觉醒。广东大骚乱的平息，与其说是法治的胜利，不如说是利玛窦多年来向上社交换来的红利。文化出埃及的真相在于，我们要建立一个不靠认识道台大人也能获得清白的制度，而不是在每一个冤案发生时都祈祷天降一个老熟人。读完这一章，请思考这个问题：当龙华民神父遭遇诬告时，哪怕那名受审的妇女在严刑下都坚称不认识神父，官吏竟然还要判处4名否认写罪状的官吏罚款。这种无论如何都要罚点钱，抓几个人才能结案的逻辑，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结案心理？这与我们追求的逻辑证明和法治精神又有哪些本质冲突？欢迎来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5卷第10章，神话式的自助叛乱，传教士洗清了诬告。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